欢迎收听《生命的光》。今天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一下，从基督教的视角怎么看这个世界。那今天的主题是生命、意识还有智能。我们会根据手边的这些资料来看看圣经的智慧怎么样帮助我们理解这几个大哉问，还有他们背后神的创造奥秘跟我们人类存在的意义。是的，特别是现在这个科技发展这么快，这些古老的智慧好像更显得重要了，对吧？没错，确实是这样。好，那我们就先从生命开始谈起吧。资料里面有提到创世纪，他好像特别强调说，生命不是偶然的化学反应。对，他强调生命是由于神的精心设计和一个创造的行动。精心设计。是的，这就给了生命一种神圣的基础。创世纪那边有讲到，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呢，将生气，就是他的气息，吹进人的鼻孔里。这个动作让人不只是一个物质身体，更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对，就是说我们有那个不朽的灵魂，而且更重要的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这具体是指？这个形象啊，代表我们反映了神的一些属性，比如说理性思考、创造力，还有道德判断、爱的能力等等。所以每个生命真的都是独一无二，而且有它内在的尊贵价值。哇，这个观点放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好像特别有感触。资料里也提到，好像现在很多人可能因为工作的压力或者困难，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很脆弱。的确是，但圣经像诗篇里面就鼓励我们说，即使在很难的状况下，信靠神可以得到平安跟力量。而且哥罗西书那边也提到，工作不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对，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就把工作的意义整个提升了，变成一个荣耀神也可以服务别人的一个机会。日常的劳动也因此有了神圣的意义。这蛮有意思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意识这个部分。资料里有个对比蛮有趣的，就是说有些科学家像史蒂芬·沃尔夫勒姆，他们可能会觉得意识好像是大脑复杂运算的一个降级的结果。对，有这种看法，就是把意识看成一种计算现象。但信仰的观点好像很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意识绝对不只是大脑的生理功能而已。诗篇说：“我受造奇妙可畏”，其实就在赞叹这种超越性。信仰认为，意识更像是神的灵在人心中的工作。神的灵的工作。对，它体现了像是自我觉察、道德判断力，还有对永恒、对意义的那种追寻。这些都是所谓神的形象的展现，不是单纯的程式或演算法能完全解释的。那资料里引用奥古斯丁那句话：“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怀里，便不会得享安息。”这跟意识有什么关联呢？这句话点出了一个很深的点，就是说人的意识深处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渴望，想要跟那位创造我们的神连结。渴望连结。对，真正的平安满足感，往往不是来自外在，而是来自于就是找到并且深化跟神的这份关系。了解。好，那最后我们来谈谈智能。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智能在信仰里看来是神的恩赐。没错，是神的恩赐，而且这个恩赐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荣耀他，也能够服务社会，服务他人。这点在现在讨论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好像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正是如此，你看资料里提到那个梵蒂冈发表的罗马人工智慧伦理宣言，对，它的核心关怀就是科技的发展必须要以人的尊严还有共同福祉为依归。这跟圣经一直强调每个人的价值其实是不谋而合的。是。但是信仰同时也画出了一条很清楚的界限。什么界限？就是说 AI 无论发展的多厉害，多么像人，它终究没有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意识。
更不用说灵性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信仰的观点，人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拥有神所赐的灵魂。资料里引述那位罗素比约克教授的话，他就说，人的根本特殊性其实是在于我们跟神的那份关系，这个机器是无法复制的。这很有道理。那面对 AI 带来的各种机会和挑战，基督徒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资料里有什么建议吗？关键可能在罗马书讲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对，要去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很积极的去参与相关的伦理讨论，要确保科技的发展方向是符合神的价值观的。我们可以善用 AI 作为工具，就像资料里提到的张凯律师，他用 AI 来辅助读经，这很好。对，当作工具。但是也要非常警醒，不要把技术变成新的偶像。诗篇提醒我们，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们的倚靠最终还是在神。所以你看，把这些资料串联起来，其实有一个很清晰的核心思想浮现出来。是什么呢？就是生命、意识、智能这三大主题，在基督教信仰中得到深刻的诠释。神创造人类，赋予我们生命、意识与智能，他呼召我们在世上荣耀他。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当以圣经智慧为指引，在生命中见证神的荣耀，在意识中体验神的同在，在智能中践行神的旨意。让我们怀着敬畏与感恩，在这个时代中做光做盐，为神的国度发出明亮的见证。谢谢。今天我们从这些资料里确实看到了从基督教视角出发，对于生命、意识、智能的一些深刻洞见。简单总结一下，生命是神圣的创造，意识是超越物质的灵性印记，而智能呢，是一份带有责任的恩赐。没错。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让你可以想一想，在您的日常生活中，当你面对新的科技或者生命中的各种抉择和挑战时，今天我们讨论到的这些源自圣经的智慧，能不能实际的帮助你做出判断，或者从中找到更深的意义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再见。